祖宗！可是2个兄弟，转眼就没了。大哥，咱们到你家了。政委，如果5分钟之后大哥没有出来，我们就上去。大哥，嫂子，开车，开车，开车！大哥，嫂子呢？她怎么没跟你一块下来啊？嫂子，是不是出事了？今天下午，潜伏在日本特高科的内线，把处决战俘的情报传给了相思豆，然后相思豆把情报传给了我。相思豆不就是嫂子吗？是的，你早就知道她暴露了。事后经过调查，那个打入日本特高科的所谓的内线，实际是日本特高科派遣到国军内部的间谍，代号叫麻雀。他之所以送出假情报，目的是全歼军统春城战。那次行动，共失去了26个兄弟，嫂子也因此献出了生命。根据调查结果，于是我开始追捕这只麻雀。可是没过几个月，日本就投降了，那只麻雀也随之失去了踪影。直到从那刻开始，我就对自己发誓，不管付出什么，我都将用我的余生去抓捕那只麻雀，直到有一天他为自己过去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我查到这个山口俊一知道谁是麻雀，刚要问出线索，就被二哥你给打断了。对不起。不用说对不起，谢影电台发报，那只麻雀就在春城。兄弟们，咱们没有白到啊！二哥，饿了吧？这是我吩咐他们特意给你做的，咱们今天可得来个一醉方休啊！等一下，政委，刚才你的话好像只说了一半，我想请你把它说完了，要不然这酒我喝不痛快。你是不是想说，是因为我麻雀才从你手里飞走的？是，但不全是。二哥，你还记得暂编59师吗？当然。当时，保密局为了加强对春城驻军的监视，把你派到了暂编59师担任督导员。可是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上峰的密令，称暂编59师有人正在酝酿向共产党投诚的阴谋。经查，忠义兄弟会会长真名崔胜文，系我党叛徒，手上握有重要资料。二叔命令将崔胜文带入黑龙山包围圈，迅速撤退。
我收到了一份隐藏在暂编59师的共产党可疑人员名单。我接到之后看了一眼，把它交给了你。通通不许动啊，否则格杀勿论！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崔胜文，你们军统又在搞什么鬼？竟然跑到我女儿的舞会上来捣乱！师座，对不起，我也是奉上方的命令前来抓捕隐藏在贵市的中共地下党。胡说八道！我暂编59师哪有什么共产党？陆督导，共党潜伏在暂编59师的人员有：师参谋长戴季生、戴季生，他人呢？师长，戴参谋长昨天就跟您告假，说家里有事情，今天晚上他来不了了。榴弹炮团团长汪军，王军他来了吗？师长，王团长他请假了。后勤处处长申宪成，师长，申处长他没来。知道吗，二哥？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你是共产党了。当时我用枪逼着你，只是在证明我做人不是很失败。你是真的把我当成弟弟看。当然了，战争年代，你我各为其主嘛。尽管我们的信仰不同，但是对你的为人，我一向都是很敬慕。所以，在接下来你对我的策反中，我并没有拒绝你。说起来，暂编59师的起义成功，你还有一份功劳。怎么讲？你明明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却没有继续追捕失踪的共党人员，这才让他们的计划变成了现实。你可以这样调侃我，甚至你可以把我当成一个蠢蛋，但是什么？但是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的突然失踪，立刻引起了麻雀的警戒。还没等我去抓他，他就大摇大摆地走了。你的意思是说，麻雀，他当时就在暂编59师当中？为了拉拢和监控暂编59师，他已经潜伏在那里2个月了。你不是暂编59师的督导员吗？他在里面潜伏了2个月，你居然丝毫都没有察觉，你这个督导员是怎么当的？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炸死了吧？因为我已经寻觅到了他的踪迹，而且用不了多久，我就会突然出手掐死他。而对于这种危险，他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所以他得让我死，他要千方百计地置我于死地。
其让他把我打死炸死，倒不如我避其锋芒，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死上一回，让这只整日里担惊受怕的麻雀放松警惕，起到麻痹它的作用。你怎么就断定他就是麻雀？直觉。直觉。说说看。其实我早就知道，想要置我于死地的并非是二哥。我已经决定要投诚了，你何必还要炸死我呢？但为了印证我的直觉，还是让二哥受了这些皮肉之苦。这句话我爱听。我们共产党人一向光明磊落，绝不做那种蝇营狗苟的龌龊事情。来，我敬你。有了。那么这样一来，就跟大哥的推测一样了。真正想置我于死地的只有麻雀。二哥，你知道吗？那次我在马路上躲子弹的时候，并非一无所获。你收获到了什么？我闻到一种味道，那是一种只有女人使用的香水才会有的味道。而我对这种味道极其的敏感，所以我断定麻雀是个女的。这一点我相信。你一向都是个情种，这么多年阅人无数的经历，练就了你闻香识女人的敏锐嗅觉。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啊，有些时候一个人的缺点，反而会变成一种优点。我们共产党人就不允许有这样的经历。二哥，敬你。你打算怎么对付这只麻雀？还继续躲在这个小山沟里啊？为了这只麻雀，我睡觉都得睁着眼睛。我一天不把它抓到，我就一天无法面对那死去的26个兄弟。原来呢，他在明处，我在暗处。现在好了，我们都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我有重痕的火焰点亮我的双眼，他只能在恐惧的黑暗中匍匐前行。酒劲儿还挺大。生文，你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双眼。现在已经是新中国了，如果你还不及时自首，非但不能为你的兄弟们报仇，还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二哥，你再让我好好想想。来人！大哥，把他交给我来处理吧。你想怎么处理啊？杀了他。不用，让他好好睡吧。你要是把他杀了，你也活不了。是。正式通知，你老家的公安局发来回函，已经证实了红姑的身份，并
并且也证实了红姑的确是奉你母亲之命前来完婚的。干嘛呢？你在哪儿找到的？哦，俺今天给你叠衣服，在那个橱子底下找着的。怎么回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这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呀？难道我不帮你吗？我是你兄弟。兄弟，你去问问这儿的所有人，谁把我这个头车的菠萝户当过兄弟？哪像你陆大科长，要风得风，要。没想到是我吧？崔胜文再一次失踪，让陆凯担忧，但并不认可崔胜文一味的单打独斗，把追捕行动变成狭隘的个人复仇。陆凯觉得，侦察敌特惊蛰行动刚刚展开，所有的工作都要谨慎行事，有必要尽快把崔胜文的情况向专案组汇报，同时继续追踪崔胜文，彻底查清他的底细。动员崔胜文从黑暗中回归光明，这也是他作为崔胜文曾经的兄弟应尽的责任。卢大队长，你觉得这个陆凯是真的来投诚的吗？你说呢？说呀，应该是真的。为什么？你想啊，这陆凯跟咱们会长，那可不是1年2年的交情。再说人家还是把兄弟，你就凭这，是吧？就凭这个啊？拜把子怎么了？拜把子有几个不是互不服气的呀？更何况一个姓龚的，一个姓国的。这姓龚的向姓国的投诚，你觉得靠得住吗？啊？屠龙说的没错。我跟陆凯明争暗斗了5、6年，没有谁比我还了解他。如果说陆凯能够背叛共产党，投到我的门下，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忠诚和信仰可言了。全体休息，注意警戒。我拒绝了保密局对我们的招安，保密局的人心胸狭隘。肯定会对我们下套子、设陷阱，稍有不慎，那可能我们这帮兄弟就会有灭顶之灾。既然你不相信我，我要走了，因为我不想和你陪葬。朱龙，你想走是吧？先问我手里的枪打不打人？都是自家兄弟，干嘛呀？他想走，你就随他去呗，怎么能手足相残呢？屠龙，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想走，便走，走得越远越好。谢长官，你的宽宏大量令鄙人非常感激。党国少了崔长官这样的人才，是一大损失。
别人还有任务在身，恕不奉陪。杜老，切记啊，别再让我看见你。您就让他们这么走了？他不过是二叔棋盘上的一枚棋子。二叔派他来呢，就是想摸清我的真实身份。现在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而且在咱们这儿也捞不到任何油水。是时候放他回二叔身边了。武四，哎，带着兄弟们往林子里撤！哎，兄弟们，撤！会长，这他妈是谁呀？没动静了。你带一队人啊，走。受伤了，够不了那么多了。会长，我们这回是不是真的要死在解放军手里了？解放军啊，就是二叔派来的人。他们为什么要赶尽杀绝啊？这是保密局一贯的作风，收买不成，他们就会背后下毒手。会长，我无私这条命就是你给的，我拼了死也把你护出去。兄弟们，别怕，谁怕枪子就找谁。现在只有冲出去才是唯一的活路，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冲啊！除了这几个兄弟，还有别人吗？没了，就剩这么多了。总算天不灭我。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撤到山间必有路，总会有办法的。崔胜文，我们等你很久了，没想到吧？今天你跟我们竟然会近在咫尺。好，那在我临死之前，有一个请求，告诉我，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你没有必要知道这么多，放下枪，乖乖跟我走，否则格杀勿论。还好吧？二哥，此地不宜久留，走吧。报告，局长，有什么情况？科长那边发回消息，那支特遣小分队已经被消灭了。啊，那些人应该是原来国民党留下的残匪，他们装备精良，但不知道归谁控制。还有，科长说他有新的发现，
让我继续等消息。我按二叔的吩咐，把崔胜文引进我们的包围圈。没想到，那么多人都让他给跑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在哪儿。至于弹药库、施工图，二叔的意思是让我们从崔家下手找。我早就去崔家找过了，崔家没有那张施工图，就是电厂爆炸那天。 我趁着崔家上下人心惶惶，潜入崔家，把里里外外都翻了个遍，根本没有任何发现。他们不知道崔胜文还活着。你再去崔家看看，崔胜文很可能和崔家联系。我去不了。上次提起崔胜文，我被老爷子给骂出来了。 当务之急是找到崔胜文，那还用说吗？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谁去崔家盯着呀？曹创和崔胜文是拜把兄弟，让他去。哦，您来了。我们家老爷子啊，偏爱这口，尤其喜欢你这儿做的。 说它味道香浓，熟而不腐。感谢老人家对我们的夸奖。我想要1斤，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么多了？有啊，你稍等，我去了就来啊。那谢谢啊。啊。香寒。 是你，曹创，你怎么在这儿？我跟你们家老爷子一个爱好，偏爱这家小店的茴香豆。弟妹，咱们到那边坐着聊。 弟妹，算起来也好几年没见了吧？我这个弟妹拜你所赐，你可真够狠的。这件事儿，当年我和三弟不是跟你解释清楚了吗？解释清楚了有什么用？有些事情永远也回不去了。 对不起这句话，我虽然跟你说过很多次，但是我还想再跟你说一次，真的对不起。你们男人永远都是这个德行，干完不负责任的事儿只会说对不起。这么多年，我受了多少煎熬？你的背叛让我痛不欲生，而你只会说对不起，你不觉得你很卑鄙吗？香寒。 哎，七妹，你怎么能打公安局的人呢？什么公安局的人？他在我眼里就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没事没事，你忙你的去。骂得好，打得更好。只要你能放下过去，解开心结，好好的生活，我就心满意足。我的生活不用你管。 香寒，虽然现在时过境迁，但有一句话我还是要跟你说：当年我爱你是真的，是可恨的战争让我从你身边离开的。江水不会倒流，
生活还要继续。我真心希望你带着孩子，好好的活下去。曹创，二叔让你去崔家打探崔胜文的下落。崔胜文他早就死了，你们拿我开玩笑是吧？其实他还活着。公安局现在盯崔家盯得很紧，你知道吗？这次要是没有我幸福的安全保障，我是不会再去的。哎呦，曹创，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既然你已经上了这条船了，你想下去是万万不可能的了。否则你的人身安全无法保障。保密局做事的风格你是知道的吧？你明不明白啊？崔老先生，别来无恙啊！哎呀，曹创！哎呀，你怎么来了？你看，来，快坐，快坐，快坐。哎，这是什么呀？薄礼一份，略表心意。我跟你说，年轻人，也就是你吧，要是换了别人，我早撇到外面去了。来，坐。你也坐。喝茶啊。好。我昨天听香涵说，你们两个在小酒馆碰上了。嗨，是啊，一晃好几年不见，自然是感慨良多呀。真是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啊！李清照这词句啊，正是对此情形最生动的写照。不过毕竟啊，时事不同了，我们活在当下，就得与时俱进，不然的话，很可能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最后被时代抛弃啊！崔老先生言之凿凿，千真万确，曹创定当铭刻在心。曹大哥，你来啦！我刚到没多久。红桃，夏伯快！这位是你们的曹伯伯。曹伯伯好！你们好。曹伯伯见着你们如此团结友爱，心里特别高兴。来，到伯伯这儿来。我问你们两个谁的岁数大？我说我比夏波小100天。他说的对吗？红桃说的对。那我再问你们两个平时在一起吵过架吗？吵过，可是不一会儿我们就和好了。是吗？那你们两个吵架之后，一般是谁先让步呢？他。
伯伯，您什么时候再来呀？伯伯这2天有事儿，要出趟远门。等我回来，我就过来给你们上课，好不好？拉钩。这孩子，好，拉钩。说话算话，100年不许变。啊，100年不许变。走。留步吧，孩子们，再给我拥抱一下吧。哎呀！孩子们再见。再见，再见。小波，你过去认识这位伯伯吗？不认识。哟，红姑，你上学来了啊？来了，大姐。哎，红姑又来了啊！来了来了。谁的啦？红姑的。哦，时霜对吧？对，时霜。行行行，那二嫂啊，给你检查质量了。得。不对呀，咋不对了？红姑，这鞋是你做的吗？哎，恁这个话说的，肯定是俺做的呀。既然是你做的，为什么这鞋上有我家的标志呢？你们看，你们看。当时我怕上错鞋底，特意要俺男人用笔做的记号，圆圈代表是大号的，三角代表是中号的，圆点代表是小号的。这3双鞋，大、中、小1双都不少。这就是晾在我家门口被偷的那3双鞋。恁这个话说的什么意思呢？你这不欺负人呢？我什么是欺负你了啊？我什么是欺负你了？哦，就恁家做鞋怕上错鞋底，俺家做就不怕吗？恁家做鞋分大中小，俺家还分嘞，俺也分了3对儿。是，俺笨，俺没上过什么学，俺也只会画那个圈儿、三角、点儿。就你会啊？谁知道呢？还有跟俺一样笨的嘞！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再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打人！你再说一遍！打我！你再说！调皮！你再说一遍！怎么的，红姑他二嫂？你说刚才说话说的好好的，怎么说呛的就呛的起来了？你俩啊？嘿，消消气吧！啊，消消气，消消气！说的这是红姑，我们做的这可是拥军鞋，是既光荣又高兴的事，可别为了这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搞得脸红脖子粗的。对，你们俩是。哎，他的话是不是呀？你快快别说人家鞋吧。他怎么说话的呀？瞎说就行。再和你搬气。干啥还干啥？别生气啊！你们俩是。哎，他的话是不是呀？你快快别说人家鞋吧。他怎么说话的呀？瞎说就行。再和你搬气。干啥还干啥？别生气啊！干。你好，我是市公安局的。咱们这布鞋丢了是吧？对呀。我来调查一下。丢的就是这种布鞋吗？对，这个小偷太可恶了。是啊，公安同志，你快点帮着我们找找吧，说丢就丢了。你说真是的，这小偷太可恶了。哎，疼死我了！小赤佬，偷分大偷小偷，像偷鞋、偷袜子的事啊，我就得找你。没有，哪能啊，刘公安！再说现在都解放了，我王小五今后要靠劳动来养活自己，绝对不会再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儿了。没有，说个话一套一套的，真的假的？哎，真的，我可以发誓。还发誓呢？哎，我能相信你发的誓吗？你前脚跟我发誓，后脚偷布鞋去啊？布鞋？
我没偷布鞋。别跟我装傻，就算不是你偷的，你肯定也知道谁干的。刘公安，我真没偷布鞋，我不知道。哎，要是我偷了布鞋，我天打五雷轰。小武，咱们不是第一天认识了。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说出布鞋的下落，我饶过你。你要是不说，这个事情闹大了呀，你要上军事法庭了，你晓得吧？军事法庭？为什么呀？为什么？哎，你晓不晓得那些布鞋是干嘛用的？我告诉你，那都是捐给志愿军的军用品。到时候上了军事法庭啊，以偷盗军用品、破坏抗美援朝的罪名来判你，10年8年算少的，晓得吧？真的？我不相信是吧？没关系，来跟我走，跟我走。哎，我不去，我没偷布鞋，我不知道。你说你这个人这么大个个子，怎么那么怂的？腿软了吧？那我要是说了我卖给谁了呢？我不是说过了吗？今天你只要告诉我实话啊，我就放过你。但是这种好机会我只给你一次，绝对没有第二次。你好好想想。那我说，我把他，哎呀，刘公安，还是你问吧。来，站起来说，站起来说。你一共偷了多少双？前后，一共偷了20双。卖给谁了？卖给供销社的人了。供销社？啊，对，供销社的一个女的。女的？哎，是。你都卖给她了？哎，是。第一次我一共卖给她4双，她给的价很高，她说她还要。然后第2次，我就把偷的16双就都卖给她了。那你还记不记得她的样子？当然了，我连她上班在哪儿我都知道。好，就是这儿，买布鞋的那女的就在这里头上班。哎，就是她，她就是买布鞋的那个女的。你小子跟我说谎都不打草稿的。哎，啊，你晓不晓得她是谁啊？这是咱们春城总商会崔会长的外甥女，人家家过得好着呢，缺你2双布鞋。哎，刘公安，我没撒谎，我对天发誓，我没。又跟我对天发誓，你有意思吧？刘公安，你得相信我，我真……哎，我今天我都撞死在这儿，不，你得信他买我的布鞋了。好了，跟我耍什么赖在这儿？起来，跟我回去再说。哎，我不去啊！你要是不信，你把他叫出来问问啊，他买没买我的布鞋？他要是不承认，我就敢当面跟他对峙，我管他谁呢？我啊，别喊了，还我的布鞋，那是你偷的，你这是又忘了吧？这样，这件事情你先不要声张，我调查清楚了会找你。我告诉你小子啊，这几天哪儿也不许去，老老实实给我在家待着，听到了没有？哎，听到了，听到了。走。哎。哟，邱同志。哎。你这是干啥去啊？哎呀，家里灯泡坏了，出来买几个。你这有吗？哎呀，瞅你说的，我这店里要是连个灯泡都没有，那还不得关张啊？得嘞，里边请吧。你怎么不预约就过来？公安好像察觉了些什么。怎么了？布鞋。果不出二手所料，你们办事怎么总是留下尾巴？
当初为什么不把那个小子做掉？哎呀，那个小武他就是一个街头小混混，他对我一无所知，我干嘛要杀人灭口啊？再说那也是条人命啊！心慈手软，必将留下后患。怎么样，人家找上门来了吧？你就别大惊小怪的了，不就几双布鞋吗？我能对付。再不敢掉以轻心了。这个二叔可是个厉害的角色，你我还是小心为是。怎么了这是？哎，想我了吗？滚开！老娘没心情。说你两句不也是为你好吗？为我好啊？为我好，你怎么不把你乡下的黄脸婆休了，把我娶了呀？我不是都跟你讲过了吗？等惊蛰行动完成以后，我立马带你到美国享福去。你行了吧？我才不信你的鬼话呢，还去美国？我们现在呀，是一只脚在天堂，一只脚在地狱里了。我看啊，还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吧。你真这么想的吗？这可辜负了党国对我们的信任。你少来这一套吧！我们这么做不就是为了保命吗？周局长，哎呀，俺是真不知道陆凯怎么他能这样啊！你说这个事儿都还没查清楚呢，他怎么就能跑了呢？他太混了！这要是让俺婆婆知道了，她又得气出个病来不可。红姑啊，现在我们全局上下呀，都在全力以赴地寻找陆凯，你别着急啊。还是我那句话，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问题总能搞清楚的。但是啊，在没有找到他，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你要稳住神，要沉住气，把你眼下的事情做好。哎，对了，出院之后都在忙什么呀？哦，俺在那个居委会里头做鞋，都是做给志愿军的。哎，好啊，哎，这很好啊！我相信，你这个支前模范肯定要比那些居委会的大嫂大姐们做得好，对不对？可是，啊？可是什么？可是他们现在看俺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哦。还故意说俺教的鞋都是偷的。其实俺心里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对俺，都是因为铁蛋儿的事儿。他们那个眼神啊，俺就觉得他们每看俺一眼，那个小刀都扎俺一下，俺那个心就可疼了。干脆还不如死了算了。啊，本姑啊，别难过啊。他们这么说呢，你别生气啊。他们这也是表达他们的一种思想觉悟啊，你要理解。这样吧，我派人，跟他们说说，陆凯的事是陆凯的事啊，哪怕他是个坏人，那跟你这个之前模范也没关系吗？得区别对待，这样行吗？来，谢谢周局长，您要是有什么消息，您得告诉俺。好的，好的，我说的话都记住了。记住了。那俺就回去了啊。局长再见。哎，再见。局长，通过对红姑的监视，我们发现供销社的邱福成与他有联系，红姑送往居委会的鞋都是他提供的。派人盯他了吗？虎子他们正在盯着呢。刚刚虎子报告，邱福成刚去了五金电料行，虎子他们一直对那家电料行进行监控。邱福成去那儿不止一次了，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去抓捕？别急，放长线钓大鱼。
继续盯着那个五金行啊，那里很可能是敌特的联络站。哼，哎，陆凯那边怎么样了？今天没有消息传回来，让虎子抓紧联系陆凯。是。见到崔胜文纯属于巧合，但山口俊一的身份预示着敌人惊蛰行动会有新的情况。不许动，动就打死，把手举起来。哎呦，啊，疼死我了！科长，你这下手也太狠了吧！顽皮，和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和我开这样的玩笑。再有啊，对待敌人坚决不可以麻痹大意，都忘了。您说的对。哎呀，要说啊，还是我学艺不精，态度还不错。那必须的。接到我的信号了。你不是这2天没有消息传回去吗？周局长怕出意外，让我来接应你。天刚亮，我就按照你留下的联络记号，靠我来观察了。周局长猜的还挺准。哎，不是，科长，什么情况？走着说吧。我见到了野狼，没想到这条野狼还留了一手。野狼？科长，这野狼是谁啊？机密，不该问的别瞎问。这样，你还得赶紧回去一趟，把这个交给局长，就跟他说我请求调整625专案的侦查方向。明白。可是你呢，科长，你怎么办？我刚刚讲过，不该问的别问。是，那我走了，再见。通过陆凯，我们确认了那个野狼的正式身份，他就是当年炸死的崔胜文。至于他所说的行动目的，我们还需要通过调查和印证才能最终确认。刘宁，你马上派人到那几个曾经关押过日本犯人的监狱去了解一下陆凯收的那个日本战犯的详细情况。是。周局长、刘副科长，我要求组织上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为什么要交给你啊？因为我具备了调查情况的基本素质，严谨还有细致。哟，小周，很自信嘛。哎，不过你忘了。你还有个大问题没有解决呢，你晕车，记得吧？刘副科长，忘记告诉你了，现在只要我注意力高度集中，晕车这个毛病我早就已经好了。看我干什么呀？你是他的领导，你做决定。好呀，我肯定没有问题了。锻炼年轻人嘛，我支持的。保证完成任务。这边哎。二姨。这几双布鞋是给哥哥弟弟们的，回去啊给他们分一下，别忘了。你放心吧，我忘不了。
他们见到这些鞋呀，指不定多高兴呢。好了，上车吧，路上小心啊。哎，那你也回去吧。我走了啊。好。我帮你拿吧。啊，不用，不沉，我能拿动。啊，好。乘客们请坐好，我们要开车了。别看你们家老宅子破成这样，存货还不少。这碗是破了点儿，哎，说不定你小的时候还用它喝过水呢，是吧？待会儿啊，让吴四给我们弄点吃的。一天没吃东西了吧？我跟你一样，这前胸早都贴到后背了。二哥，怎么了？两座山碰不上，可两个人只要活着，就总能碰见。二哥，感谢你又救了我一命。你要是真想感谢我的话呀，就把话给我说清楚了。为什么把我一个人扔到山洞里头，你自己跑得无影无踪了？啊，说说吧。我不是不想说，而是自惭形愧，难以启齿。然后呢？其实，我就是想拖住你，我一个人痛痛快快地去做我必须做的事情，我不想让你掺和进来。不管怎么说，你都是共产党的人，不能因为我而耽误了你的前程。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这不是你的私事儿，是我的工作。当年，他作为日本特工，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的罪行，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更何况，是他自己送上门的。我要不亲手抓住他，我都觉得我对不起我的祖国。周雨涵奉命来调查山口俊一，没想到一次普通的调查，却引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小周同志，哎，这就是你要找的山口俊一的档案，你先看一下，有什么问题你再喊我。好的，谢谢你。甭客气。盛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过，你死而复生的这件事情，如果保密局知道了，他们会做出如何的反应？他们会善罢甘休吗？那你又会做出如何的反应呢？他们不善罢甘休又能怎么样？我崔盛文恪尽职守，
忍辱负重，隐姓埋名。为了追捕日本间谍，我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义无反顾。他们那帮王八蛋，没放在眼里。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如果这么聊天的话，你就不怕我逮捕你吗？二哥，其实我也知道，世道已经变了，而我很难独善其身。我只是希望你看在我们曾经并肩作战、情同手足的份上，让我去完成我必须完成的使命。我说你怎么还不明白？这件事情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事。盛文，现在不是谁想当英雄就能当英雄的时代了。你告诉我，国民党反动集团如今变成什么德行了呢？同僚之间尔虞我诈，表面上都是效忠党国的忠臣，而背地里头呢，都干着奸臣所干的事情，对百姓巧取豪夺。这不是你我当年共同认知的党国吗？要不然你也不会选择走上临阵起义的光明道路，怎么现在犯糊涂了呢？张所长，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山口俊一的档案这么简单？我刚刚数了一下，包括他的名字在内，一共只有64个字。而且，为什么只有他在日本军队的简单履历，其他的情况一概都没有记录？所以我怀疑，这份档案曾经被人动过手脚，是不是有人在故意隐藏山口俊一的真实面目？小周啊，你的心很细呀。情况是这样的，当初这批档案从国民党那里缴回来的时候，山口俊一的材料就这么简单。当时我们也怀疑这份档案是假的，可是因为当时战火纷乱，时局变化很快，所以就没来得及详细调查。小周同志，刚才你的怀疑正是说明了这个日本犯人确实存在问题，为他的档案做手脚的人是想隐瞒山口俊一的历史的目的，是想隐藏某种阴谋啊。到底是什么阴谋？值得他们这么大动干戈吗？盛文啊，凡事呢，你得想清楚了，可不能再一意孤行了。你有个慈爱的父亲，一个贤惠的妻子，一个可爱的儿子。如果你再继续这么不管不顾地走下去，你告诉我，你这心里边能心安理得吗？你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你睡得好吗？我睡不好，我每次刚一睡着，紧接着就是噩梦，无休止的噩梦，而这个噩梦一天不除，我就枉为男人，枉为大丈夫。都梦见什么了？说说看。我在复仇，血海深仇。二哥，像那次闪电行动失败的任务不止一次。那次的任务就是取得日本进行活体实验的证据，解救作为活体试验品的战俘。结果不仅安放的炸弹没有爆炸，而且敌人准确地指认了吴天祥。谁叫吴天祥？给我站出来！上峰怕动摇军心，严令封口。从那一刻，我就意识到，我此生的使命就是替闪电行动的兄弟们，还有吴天祥他们报仇。我只知道那个女的代号叫麻雀，是日本特高课的。她很早就打入我们内部，可我从未见过她的正脸。每次见到都像夜来香烟总会，而且每次她都指定我买一包老刀牌香烟。送烟的人呢？在那边。当我冲出去时，我受到了敌人的伏击，而那个叛徒也被他们炸死了。幸好二哥你赶过来，我才顺利逃跑。那次行动，我还丢了我父亲给我的最重要的东西。当我再次查到线索，
解放军就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地把国军打到了台湾，而我成了一条丧家之犬。可是我不甘心啊！而且现在总算有了一些眉目。二哥，你愿意帮我吗？只要你能帮我报了此仇，随便你们怎么处置我都行。二哥，我声明，我这么做只是为了上对得起天地，下对得起良心，也可以说是为了我的一份私德。陆凯知道，如果让崔胜文继续追查麻雀，必须得到上级的批准，这也是侦查工作的纪律和原则。胜文啊，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我不可能马上答应你，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作为中国人，绝对不会放过麻雀。我知道你一定会做到的。我希望我们还能像当年对付鬼子那样，并肩作战，同心同德。胜文，你现在有伤在身，这里条件实在是太差了，你有没有考虑过回家疗养，跟家里人团聚？我又何尝不想回家呀？可是我生育乱世，不敢儿女情长的。而且你也知道，保密局的规矩，就是用你的家人和亲属作为人质，胁迫你老老实实的服从他们的命令。我是绝不会允许我的父亲和妻儿生活在危险之中。你想多了，现在形势不一样了，新中国、新政权，他们可以保护你的家人平安幸福。二哥，我特别羡慕你，你总是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而我，胜文，只要你自首，一定会有光明的出路。我真的不忍心看着你活得这么痛苦。对于一个没有未来的人，生活的愉快还是痛苦，没那么重要。你有未来，就看你自己怎么选。快点！这边。
进来。周局，有件重要的事情我要跟您说。嘘。怎么了？周局，怎么回事？咱们公安局自己的地盘，人家搞得鬼鬼祟祟的。少废话，说你该说的，别的以后再问。哦，大王庄派出所刚才来电话了，有一个长途客车在街上被伏击了，一名乘客死了，上面下来个女学生提着枪上了一个酒家的2楼，派出所的同志啊听到枪声就出警了，等他们到了以后啊谁都没找到，女学生也失踪了。周局，肯定是小周啊！我建议啊，马上全城戒严，展开搜救。敌人敢这么明火执仗，说明我们踩疼了他们的尾巴。去，把虎子给我叫来。别呀，大王庄我熟，让我去。哎呀，快去！他知道陆凯在哪儿。是。可当心点啊！他妈的臭娘们儿，一定是属狗的，别待会儿咬你一口。他哪是要咬你呀？他是要亲你。谁让你不接着他的嘴亲他一口呢？还亲他？你可拉倒吧！有能耐你试试去啊！试试就试试，谁怕谁呀？别只顾着看呐，亲呐！你别说，这小姑娘长得还真不赖。山炮，知道姐姐这招叫什么吗？野驴踢腿，记住了吗？臭娘们儿，看我怎么打断你的腿！这是怎么了？他太嚣张了。小周同志，周公安，你还认识我吗？不成，我能拿到。当然，我不只知道你不是邱福成的表姨，我还知道，当时你带上车的那个包里面装的是用非正规手段弄来的布鞋。可惜呀，小周同志，可惜你还嫩了点儿。我真不明白。公安局的周大局长，他为什么让你到监狱那种地方下锅？他的包呢？组长，包在这儿呢。小周同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就是你此次跑到监狱来的收获。你这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看不懂了吧？我告诉你们，笨蛋，这种字儿是我独创的，没个10年8年的功夫，你是绝对看不懂的。哼，你等着。我会让你哭都找不着调门的。你跟我来。是，组长。组长，得给这个小娘们点颜色看看，她太张狂了。不急，急什么呀？她不是闹腾吗？咱就给她熬着。哼，我就不信了，一个女人不给她吃，不给她喝。他能闹腾多久啊？听着，你现在马上去趟春城，把这个本子交给邱佛尘。另外，你让他请示一下二叔，咱们如何处置这个女公安。记着，千万别把这个本子丢了。既然是用密码写的，这里面就一定有二叔感兴趣的东西。是。
刘宁还说什么？他说裘福臣显然是心虚了，第二天就从外地弄来个二姨。那个人到处吆喝着拿着一包东西，说那是给他外甥的布鞋。当天上午他就把他这二姨送上了去外地的长途汽车。他还说，还说什么？哦，对了，还说周雨涵也在那辆车上，而且他们俩座位是紧挨着的。头，我觉得周雨涵一定是发现了什么，所以他们才要杀人灭口的。 那你再估计一下，周雨涵现在是死是活？这不好说啊。他还活着，一定是他调查山口俊一的时候，掌握了重要的情报，而这些人也是冲着这些情报去的。但是，即便是他们找到周雨涵所记录的情报，也没什么大作用，因为周雨涵。 他有特殊的记录方式，除了他自己，别人都看不懂，所以啊，他暂时是安全的。即便是他们想把他怎么样，也要请示他们的上线，那我们就有了时间和空间。通知局电讯科，马上打开电台干扰信号，迫使他们只能用人工联系的方式进行联络。只要盯住邱福臣，控制住所有要跟他联系的人，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周雨涵。是。 你先回去，一旦发现可疑人物，立即抓捕，突袭侦讯。明白了，科长。你怎么办？机密。什么情况？今天上午发生了枪击事件以后，我们就暂时让他关门停业了。老板的人呢？因为证据不足，我们就没有动他。所有的出口都安排人了吧？走进去。金老板，别站着呀，坐。这么冷的天儿，怎么还出汗了呢？ 给口水喝呗。熬不住了吧？想喝水行，把你的秘密告诉我，我让你喝个够。科长，这里有通道。金老板，老虎头上拍苍蝇，胆子够大的。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说吧，你把我们的人藏哪儿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哎，共军是优待俘虏的，你这样做是违反纪律。冯小兵，到。你叫谁？1947年报名参加国民党青年军，后被国民党保密局辽阳站招募为特工。国民党溃败以后。 奉命化名潜伏到春城，河北邯郸人，冯家3代单传的独苗，在老家新婚不久的媳妇叫春妮儿。
还要我继续读吗？不要说了，不要说了。那你好好想想，你是要替国民党反动派殉葬，还是争取立功，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我立功，我立功，我立功。刘科长，有一套吧？嗯，你以为只有陆凯有手段？你还是男人吗？哦，对，你不是男人，你是太监。老子是太监，你先别我弄死你！来，有本事你就过来，我倒想看看你是怎么证明你不是太监的。松开吧，一会儿人死了。淘气。幸好还活着，把他带走。受不少苦吧？咱们俩可算是孟良交战，谁也离不开谁了。先别急着谢我啊！今天救你的主要功臣那是刘宁，回头出去好好谢谢人家。你能先把我放下来吗？渴了吗？我给你倒杯水去。你别跟我贫了，赶紧把我放下来。那么着急呀？非常时期，我就原谅你占我便宜了啊！自己能走吧？看来是不行。喂，这里是大王庄派出所。你找哪位？好的，陆科长，你的电话。找我的？找你的。你好，哪位？啊，虎子，什么事儿？啊，周雨涵已经被我们成功的解救出来了，你马上去报告周局长，最快2、3个小时就把他平安的送回去。还有啊，你务必保管好周雨涵的记录本，那上面记录着2个日本战犯的重要口供，非常有价值。听懂了吗？好。所长，饭给周雨涵送过去了。送过去了。哟，谢谢。那你忙您的，我走了。慢走。食欲够好的呀。是这样啊，我已经把你的事儿向周局长汇报过了。你看这样行不行？趁我现在还有点时间，你把抚顺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一会儿还有别的任务呢。你还要去哪儿？啊，等你跟我说完之后，我再向您汇报，行吗？那好吧。这次我去抚顺之前，尽管我查阅了有关于苏联伯利军事法庭审讯日本战犯的记录，可是当我看到山口俊一的档案时，我立刻就发现了重大疑点。他的档案袋里只有一张登记表，而且登记事项那里几乎都是空白的。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战犯管理所的张所长告诉我，在日本战败之后，被苏联人关押在伯利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和日军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已经在上个月由苏联人移交给了抚顺战犯区管理所。和他们一同移交的还有900多名日本战犯。在得知这个情况之后，我很兴奋，当即决定立刻提审山田乙三和川岛清。坐吧。
山田乙三，我是春城士公安局。这次来，我是让你辨认一个人。就是他，你仔细看一下这个人，是否认识？知っていますか？はい、彼は知ってます。是的，他认识。那好。 那你就把你所知道的有关他的情况全部告诉我。なら君は知っていることはすべて教えてください。はい。この人は山口純一です。是的，这个人叫山口俊一，是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一部的部长，医学博士，少将军衔。一部的职责和任务就是对多种细菌和病毒进行研究和实验。山田乙三。 你所说的对多种细菌与病毒进行研究与实验，指的是哪些细菌与病毒？言ってることはどんな菌とウイルスなんですか？ごめんなさい、専門の人じゃないので。因为我并非专业人员，所以对细菌和病毒的种类不是很了解，知道的不多。那你总该知道，在你们进行细菌战的时候，用的都是哪些细菌武器吧？ 知ってるか？はい。これらの武器は大体に分けて。这些武器大致分为包含鼠疫、霍乱、炭疽病、伤寒和肺结核病菌的各种类型的炸弹。那他们是如何进行研究？彼らはどうやって研究と実験するか？僕はソビエト連邦軍事法廷で。 这些呢，我在苏联远东军事法庭上做过陈述。一部的研究与试验，大部分都是在活体的受验者身上进行的。活体？你所说的活体，是否就是指的是活人？生きている人なのか？はい。是的。 那他们在进行所谓实验的时候。 你是否有在现场亲眼看到？是的，当时我是去视察，亲眼看到过一次。他描述了山口俊一在做活体解剖时的惨无人道。山口俊一认为，麻醉以后的研究数据是不真实的，所以他在解剖时，受验者发出的叫声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 他们大部分都是中国的反满抗日志士，还有一部分苏联红军俘虏和给苏联提供情报的人。这些人都是由住在相仿的731部队监狱统一监禁和关押，而这些监狱也是由山口俊一手管辖的。山田乙三，我要你如实的告诉我。 从1932年到1945年这13年的时间里，731部队到底残害了多少这样的受害者？苏联的远东军事法庭上已经对此做出过统计，大概有3000人左右。他在撒谎，他们这些编织内幕的人全部都在撒谎。 因为在他们战败之前就已经销毁了大批的罪证，并且把大量的原始实验数据还有设备器材全部撤回到了日本藏匿了起来。可是美国人却跟他们达成了交易，以保证他们免于起诉作为条件，把那些数据还有材料据为己有，让那些细菌战犯逃避了东京审判。这也是他们拒不承认全部犯罪事实的原因所在。我真没想到，这个山口俊一这么的可恶。 可怕呀！真正可怕的还远不止于此。你知道那个川岛清都说了些什么吗？他说什么？川岛清是731部队细菌生产部，也就是4部的部长，少将军衔，跟我们要查的山口俊一一样，都是731部队长石井四郎的得力干将。他供称，山口俊一确系一部部长，并且很受石井四郎的赏识，经常派他去执行一些特殊的任务。
你所说的特殊任务指的是什么？何ですか？举例说明。例を出して説明してください。戦争の時、731部隊战争期间，731部队制造了数十吨细菌武器。到底是多少吨？说清楚。一体何吨かはっきり言いなさい。あ、僕は生産の担当だ。我只负责生产，至于生产多少，由8部负责统计。具体的数字我并不清楚。接着说。続けて。戦時に必要なため。为保证战时所需，这些细菌武器都存放在东北的许多地方。知道的人很少。日本战败以前，山口俊一被石井四郎。彼は復帰する前に、天皇は派去执行这项特殊任务。在他归队之前，日本天皇就下了投降的诏书。从此以后，我们就和山口俊一失去了联系。那你知道他去执行任务的地点吗？任務を執行する場所は知ってますか？それは不知道，这是高度机密，确实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也许就不会和他失去联系了。那你知道山口俊一还有什么家人？山口俊一は他の家族はいますか？彼の妻は降伏少女をハフ他的妻子在天皇投降诏书颁发的那天晚上就自杀了。他还有个女儿，叫山口惠子。山口惠子，你见过她吗？会ったことありますか？ないです。没有。彼女はその時特攻課に捕食していた。山口惠子当时供职于日本特高课，是位高级特工，身份是保密的。他主要负责侦破抗日地下组织、侦捕、审讯和处理抗日组织的特工人员。那关于这个山口惠子，你还知道些什么？山口英子さんは何を知っていますか？ある日。山口とお酒を飲んだ時，有一次我和山口君喝酒，平时酒量很大的山口君居然喝醉了，还痛哭流涕的喊着山口惠子的名字。我很惊讶，问他怎么了。山口君悲伤地说：“女儿走了，去执行陆军总部下达的特别任务，他担心再也见不到她了。”我再三追问怎么回事，山口君只说了一句：“他已经变成中国人了。”变成中国人是什么意思？中国になったのか、何の意味ですか？私もそう聞いたんだ。我也这样追问过，可他就是不说。照片上的人你见过吗？この写真の人は知ってますか？ごめんなさい。非常抱歉，最近我的视力一直不好，况且也没有合适的眼镜，所以我不能确定照片上的人是不是山口惠子。本当にごめんなさい。非常抱歉。你给他看的是谁的照片？山口惠子。对，这是他小时候的照片，是我从军统缴获的机密文件里发现的。可是川岛清并没有确认他就是山口惠子。尽管他当时没有确认，但是从他当时的神情还有举止上来看，这个问题他撒了谎。那你说，
崔胜文一直苦苦追寻的那个麻雀，会不会就是山口俊一的女儿？山口俊一，山口惠子。你的思维还挺天马行空的，不过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如果是真的的话，那麻雀就有机可查了。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张所长又带我去见了一个人。那个人姓刘，是当时731监狱里面做饭的一个中国劳工。他在指认了山口俊一之后，又跟我谈了一件事情。日本人曾经让老刘做过一个蛋糕，山口俊一亲自出门把蛋糕端了进去。随后，老刘就听到了一个年轻的日本女人在感谢山口俊一。她说她没想到爸爸会送给自己这样一件生日礼物。这么看，山口俊一是有一个女儿的。可遗憾的是，老刘并没有见到她的模样。而就是这个日本女人在执行陆军总部下达的特别任务。我查到，这个山口俊一，他应该知道谁是麻雀。那也就是说，崔胜文调查麻雀的方向是对的，而这个山口俊一身上隐藏了太多的阴谋了。不行，我得马上去找崔胜文，跟他好好谈一谈，让他把他掌握有关麻雀的所有情报都交出来。因为现在不是他个人恩怨的问题了，这关乎民族大义和国家安危。值得注意的是，山口俊一是研究细菌武器的恶魔，山口惠子也就是麻雀，他的电台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春城，这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不行，我必须现在马上把你送过去。你来这里干嘛？我正好路过这儿，见里边挺热闹的，我就看了会儿。路过这儿，我以为你来这儿盯崔胜文的呢。瞧你说的，他要来这儿，不早让你发现了吗？你盯着我干嘛？我盯着你了吗？不会是你心里有鬼吧？林子里风大，别着凉。我很佩服你，在哪儿都能睡着。谢谢啊。客气了。哎，我一直没倒出空来问你，张倩倩被杀的案子怎么样了？还没破，不过红姑有嫌疑，和625并案了。也不知道我娘现在怎么样了。我那么多年没回家看看了，我能不担心我妈吗？哎，对了，你那个记录本里头写的那些文字跟天书似的，
什么意思啊？你听说过达芬奇镜像字吗？听说过啊。达芬奇擅长用左手写反字，想探其究竟的人只能用镜子识别一部分，所以很多人也称它为达芬奇密码。但人家写的是英文啊，汉字也能这么玩耍呀？当然了，我是受他的启发，把注音字母的形状稍微改变了一点点，所以才有了只有我一个人才看得懂的天书。怎么样，我厉不厉害？不是你神气什么呀？不就是拼音吗？我还以为有多复杂呢。哎。还是穿上自己的衣服暖和。陆凯，你周局啊，您别着急啊，我刚给大王庄打过电话的，他们已经走了1个多小时了，应该很快就到了。是啊，怎么说也有100多里路呢。周叔，哇！哎呀，我就出趟公差回来，你们至于这么多人来迎接我呀？没正形，不知道这么多人担心你。担心？小周，我们听说你被迪特绑架了，我老担心你的。周局和大家都很担心你的。周叔，你是担心案子吧？甭废话，快把你知道的情况说说。哎，这连续作战啊！你们这是连喘口气儿的机会都不给我啊？让你们都喘气儿，特务们都跑出800里地去了，快点！哎，陆先生，陆先生，这。升文睡了吗？啊，没有，在上面等你呢。整个情况就是这样，我汇报完了。从目前的情况看，崔胜文之所以要劫持山口俊一，是想从他嘴里获知麻雀的身份，而麻雀的背后是一个大阴谋。老周啊，我同意你的分析，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情况，要尽快向厅里汇报。陆凯也是这么说的，而且他还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地说服崔胜文主动投诚，把他手里掌握的有关于麻雀还有山口俊一的情报全部都交出来，和我们共享，以方便我们尽快地追查到麻雀的行踪，向敌人讨还血债，为抗日烈士报仇。所以我建议将追查麻雀和625专案并案侦查。山口俊一被劫与惊蛰行动有关，但日特麻雀的身世与下落应另案侦查，不应并入625专案。周局，那对于那些已经暴露的敌特，咱们是抓是不抓？对他们不能轻易动手。那些我们已经监控的敌人，无非是敌人放在我们面前的幌子。如果贸然抓捕他们，等于是向敌人报了警，我们刚刚获得的线索就会被敌人主动掐断，这对625专案的侦破极为的不利。那张倩倩被杀的案子呢？我们也不动吗？这个案子的侦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要充分利用敌人自以为天衣无缝的侥幸心理，再继续麻痹敌人，让他们充分的表演，露出更多的马脚来。果然不出我所料，山口俊一是个恶魔，是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的恶魔。既然你已经很清楚了，这一回一定要把它看好了，一定要吸取5年前的教训，绝对不允许
让他逃之夭夭。二哥，你放心，就算他长了8条腿儿，我也绝不让他脱离我的视线。盛文，你想把山口俊一藏起来，是不是为了引蛇出洞啊？不仅要把他引出来，我还要把他抓着，把他千刀万剐，替我死去的那帮兄弟们报仇。痛快，我听着都痛快。但是盛文，我们可不可以试想一下呀？如果说麻雀已经猜透了你的心思，如果说他也知道你并不会把他的父亲怎么样，他就稳稳地躲在暗处，欣赏着你心急火燎、上蹿下跳的表演，有没有这种可能？退一步说，如果他真的被你演出来了，你告诉我，你有多大的把握将他生擒活捉，接受正义的审判？我认为啊，要彻底清算山口俊一这对父女的罪行，仅仅靠你一个人的勇气是不够的。你单独行动，如果失败了，你想过后果吗？他们会加快实施罪恶的步伐，那样的话就会威胁到国家安全，无数人的生命。你好好想想，我们只是刚刚的接触到了和他有关系的线索，他们就对周雨涵痛下杀手，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紧张了，他们害怕真相水落石出，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否则他们不会负隅顽抗、丧心病狂的。这不是一件小事儿啊！那你的意思是？你真想听吗？交出山口俊一，你要主动去向人民政府自首，争取得到宽大处理。二哥，我答应你。我希望尽快。放开那个女同志！你们在干什么？我告诉你们，我可是公安局的。公安局的就了不起啊！快走开！地痞流氓！你们3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女同志，你们还有理了？你们别害怕。别动！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该死的人！服毒自尽。敌人连续2天针对周雨涵的暗杀，让他意识到，他针对日本细菌部队的调查踩痛了敌人的尾巴。
这么晚了找我来，一定有什么事儿吧？这么多天来，我一直为你提心吊胆的，生怕你有个什么闪失。又在瞎想了。我今天看到我大哥了。他们没有把你怎么样吧？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他们可是我的生死兄弟，而且没准以后还会成为我的好帮手。盛文，我再次求你了，放下仇恨，别再固执了。你也应该为我们想想吧。自从你隐姓埋名躲进深山以后，1年多了，我丝毫的希望没有看到，反而还闻到了危险的气味。我们趁这个时候一起走吧，去香港，去美国。我不求荣华富贵，我只求安安静静的，能跟你过平淡的日子就足够了。人这一生纷纷扰扰，功名利禄，都是过眼云烟而已。你想平平静静的过日子，在异国他乡终老一生，可是有人不答应。谁？我那帮被日本人害死的兄弟们。我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能听到他们的冤魂在呐喊。崔胜文，崔胜文，替我报仇，替我报仇。盛文，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陪你在一起。崔胜文已经同意向政府自首，交出山口俊一。周局长，敌人劫持山口俊一，说明他与惊蛰行动有关，而麻雀是山口的女儿，恰恰在这个时候再次出来活动，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联系。所以，我请求上级批准，将抓捕麻雀和捣毁惊蛰行动并案处理，一起找出那只麻雀的行踪，从而找出隐藏在他们背后的巨大阴谋。你觉得怎么样？陆凯，你这个要求我不能同意。为什么呀？你能说说理由吗？你要什么理由啊？这还不清楚吗？我不清楚啊。我甚至都不理解啊。你不理解？我提醒你，你是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老同志。是，你是为革命做过一些工作，但是这不能成为你居功自傲的理由。甚至你违反了组织纪律，你还浑然不知。哎呦，我居功自傲？局长，您得说清楚，我浑然不知什么呀？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个人感情和工作混为一谈，忽略了全局工作的重点。我们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破坏敌特的惊蛰行动，不是追查麻雀的下落。而你过分地夸大了崔胜文个人的作用，这还不够吗？我绝对没有，您冤枉我了。我向毛主席保证，我绝对没有。周局长，这个麻雀的存在，它不是虚构的，而且它会成为我们侦破惊蛰行动的重大阻碍。我承认，这一切都是基于我的设想与推断，但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但大胆设想，小心求证，这不就是我们的工作方法吗？即便是这样，你也不能违反组织纪律。那个崔胜文现在什么身份，你不清楚吗？他现在还是特闲，这是阶级立场问题。
你听着，你马上叫那个崔胜文回来投案自首，交出山口俊一，争取宽大处理。等我们主动抓到他，性质就变了。周局长，该跟您反映的，我都如实反映了。如果您只是简单的处理的话，那我只能向您的上级反映了。什么？嘿，你可来劲儿了你啊！你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也没用。侦破惊蛰行动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你和那个崔胜文的个人恩怨，给我无条件的靠边站。对了，你去告诉那个崔胜文，我现在3天之内给我回来投案自首，这是命令，否则我撤你的职。局长，我听您的。那个日本老头这2天怎么样？你放心吧，一切都很正常。我就是睡觉，也是睁开眼睛的。记住，如果我不在的时候出现什么异常状况，活了命也不能让他跑了。必要的时候干掉他，千万不要心慈手软。我知道了。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对不起，我拖累你了。你别这么说，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曹双，你来啦？有什么事儿说。为了弥补前段时间对你的考验给你带来的痛苦和不快，我决定了，把我最好的女朋友介绍给你。就算是对你的弥补吧。男人嘛，身边怎么可能没有女人呢？他28岁。燕京大学毕业的，无论是长相还是学识，那都称得上春城一绝。这样吧，晚上我就把她带到你家去，你把家里收拾干净一点。女人嘛，都爱干净，对吧？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要跟我施美人计是吗？你看错人了。要是没别的事，我可走了啊。哎，曹创。你急什么走呀？哎，你要是老这样的话吧，我倒是对你有一点点怀疑了。那只有共党才拒绝美人计呢，对吧？我不想听你废话。那要废话是二叔的指示呢？二叔让你明天就出发，带上你绘制好的地形图去澳门，这是二叔的意思。让你俩假扮夫妻一道出行，为了掩人耳目的，还算是废话吗？长官，该用餐了。这都是你带的？是的，长官。长官是北方人，这次澳门之行，我担心长官对南方的食品吃不习惯，所以就准备了这些。这次南行，我们是在阴阳两界的边缘行走，稍有不慎，就要坠入阴曹地府。对此，你做好了准备吗？是的，长官。为了党国的复兴，山岚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坐。是，长官。一个人的言行举止，
很可能会暴露他不该暴露的东西。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叫我长官了，以免被别人发现你军人的身份。当然，这也是为了安全。